第一眼也是看到他站在这里，他就决定告诉我他从哪里掉下去的。什么？早安，我是大宝。嗨，我是凤凰。我们起了一个大早，我们现在来到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我们今天有预计要去2个很重要的探险点。我们之所以会上来，是因为你说有日本的阿兵哥一直在召唤你，是吗？不是，我一开始不是为了阿兵哥被召唤来的啦，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这边的树的能量很好，然后所以它有很多特别因为树种而设置的步道。就决定要来了之后呢，就感受到有一个日本兵想跟我们讲话，概略大概是要讲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一些未来的局势发展嘛。然后还有第2个是我们要来找翠峰湖水怪。等一下，所以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翠峰湖里有水怪这件事？其实我们要来太平山讲很久嘞，大概2年前、1年多前有动过这个念头。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翠峰湖有水怪，所以你已经连上线了吗？哦，它就在那里啊。你们在 Google 上面看到翠峰湖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它了。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直接说什么？总之就是有水怪，所以我们上去要找日本军官，然后还有翠峰湖的水怪。对我来说有2个探险点，让我们就上去一探究竟吧。好，我们现在来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剑琴怀古步道。它以前是可以走有小铁轨，然后是有运材的这个小列车在行走的，但是现在当然已经没有这个列车了。但是里面就是有非常多很香的檜木，算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步道。之前也曾入选过什么全世界第28条。漂亮的，全球最美，对，全球最美。之前有入选过全球最美28条小径之一，有被 CNN 报道过，就在台湾哦。对，然后据说下午的时候呢，因为日照的关系会产生一个云海，然后早上呢会是在雾里面走，所以是一个一整天都很适合来的一个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步道呢？对，我们要来当然不是只是要来这个走步道，然后吸收芬多精而已，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有一位朋友在旧的铁轨的遗迹那边等待我们去跟他相会。我们要往里面走500公尺。好的，我们就进去探险一下吧。你看这边才走进来3-5分钟不到，就有人叠石头。对，但是比较适合放石头的位置是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指向性的祭祀的对象，而是比较像是对于自然的崇敬，跟有一些人对这里有一些记忆啊，或者是其他的缅怀，比较像这样，也不用特别担心会有什么样大家觉得可能会不舒服的能量，倒没有，但也不建议大家走上去。那为什么是特别是那棵树下？这是一个圆湖嘛，从这边往下看，是一个，那下面应该也是以前有一个可能类似他们建造东西时期的公寮那样子的地方，以前可能在那个位置，比较像是它下面这样上来的一个能量打到这个环的中心，然后带下来，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来的一个方向。就这个区域能量比较集中的会是这一块，所以如果祭祀的方向其实应该是这里会比较适合。这个弧形就是这上面这棵树，我觉得很挺拔，很帅啊，会让人崇敬。对，我觉得大自然就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有一些地方人们会朝圣，就它光是在视觉上面，它其实就会让人有这样的感受先产生了。可你会不会觉得这里也不适合进行，也不适合干？它有它一个小小的威严在，它有就很像一个龙座或者是什么的，就在这里。它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大家就是不建议大家踩上去。快要到200公尺了。我找到一个很适合做森林浴的地方。你看那里有一棵树，有一棵
然后从上面它刚好有一个水流，这样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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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流到这里。你说最前面那个树那个根是有对对，横的这样。以后你要带雷射笔，所以它就这样，喂，它就流到这里来，所以就差不多是在200公尺之后这边。然后它会很像那种涓涓的水流，不是很短杠的，就一直潺潺的、潺潺的、轻轻的、轻轻的这样流过来。那你就可以站在这里，然后对着这个山，然后做深呼吸啊，一个芬多精的森林浴啊，把身体里的废气啊跟它换一换这样。当我们在这种地方，你想要感受能量的话，你可以稍微把你的指尖打开，然后脚也稍微放松，与肩同宽，然后轻轻的垂在你的两侧，把你的感官放到最大的时候，你会开始感觉到指尖有风、有气流这样一直传过去，然后你会开始觉得，手掌心有点痒痒的，有的人会热热的，那其实就是一个能量流穿过你这样子。确实从上面会有下来一股风，这风不见得是真的有风但是指尖会感觉有流动感，空气的气流的感觉。如果你夏天来穿短裤的话，应该可以感觉到那种更多的流动感，但穿长裤可能就比较冷。我发现很好算它就是这个200的杯，然后第3个枕木跟第4个中间，对。也凉，但会觉得左手的感觉比右手明显。对啊，就是这边是 C 位，这里好大港哦。对啊，对啊。那你站我刚刚这里，你就是隔壁了，你就会发现真的这里真的是最大港。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为什么？能量点。这边也有人叠石头你爬上去吗？可以吧？这里会不会其实也是小山猪的小猪窝啊？野生动物永远都是最会找能量点的人。感觉是很赞这是人的高度，这是山猪的高度。山猪的高度比较好此时此刻，山猪的高度刚好迎接阳光。真的。可是我们不是在这里做奇怪的事大家不要误会。这里对啊，其实到了。回首见晴，转过来之后啊，我第一眼是看到他站在这里。谢谢喽。可是呢，因为后面还有人，我们要过来看着，然后他就决定告诉我他从哪里掉下去的。什么？我带你们去看他掉下去的地方。好啊。等一下。他该不会等一下走过去就说：“你看，他就掉在那边，你们看不到吗？”之类的吧？他那个时候那边有一颗类似石头的，就类似有点土石崩落掉下来，他来不及跑，然后他就跟着一起滑下去，就再见。他那时候在干嘛？他是负责转动铁轨的人。这个东西不晓得要怎么称呼，像分轨器，应该是吧？转撤器。那时候他跟我说，他转完之后，他例行公事要去那边搬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石头就刚好掉下来，没有很大颗，他不是被砸死的，他是哇要砸石头，那就滑下去，然后就这样。他是一个很年轻，大概25岁以内的年轻人，日本人。他在家乡有青梅竹马的女友，但他来台湾之后，他认识了台湾这边的原住民的朋友，原住民的女性朋友，对，所以他在这边谈了一个恋爱，然后他就在思考他要怎么，就他不知道怎么样抉择的时候，首先来到的是他再也没有生命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跟他的青梅竹马的那个女朋友说再见，这是他一个很大的遗憾。
刚刚沿路一直跟我讲，那我就简单讲到这样子。那重点是他想要讲的事情是，其实日本当初啊是真的很珍惜台湾这个地方，所以有做了很多的开发跟建设。当然，可能从很多的台湾人民或者原住民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侵略性，但他也没有想要洗白这段历史，也没有想要帮日本人说什么好话。但他的意思是说，他当初来到台湾其实是真心的，就有点像我们去海外工作那样，他是有远大的抱负跟梦想而来的，要建设这个土地。对。他觉得台湾人民一直给他很多的支持，所以他就跟台湾这边的原住民有恋爱嘛，这样子也受到很多的照顾。然后重点回到现在，他想要跟我讲的事情是，日本的集体意识其实一直都很感谢跟感念台湾，然后他们一直觉得台湾人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真的在国仇家恨或是其他算计之前，我们优先给予的永远是那最温暖的关怀，就是我们都会优先的把我们的爱啊、包容啊、鼓励这些所谓的闪闪发亮的东西放在这些仇恨前面。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一直会觉得对我们有一些抱歉，有一些愧疚，跟深深的感念。这件事情持续到现在，那因为这件事情是有很多历史洪流的累积，所以它就是累积到现在这个比较新世代的这些日本人，不管是愿意掌权的、愿意出来发声，或者是一般的民众，都很愿意在台湾可能比较不被重视、比较困难的时候，都想尽办法，希望可以给台湾一些支持、跟鼓励、跟帮助。所以。即便我们过去可能曾经有不好的一个开始，就是台日关系，但未来这双手也希望我们能紧紧的一起牵着，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彼此的互相支持跟扶持，这样子。那他说，日本人跟台湾人其实交流的深度跟不管是血缘啊、工作啊这些事情，其实已经很深了，是一个比较很难就是具体化从彼此之间分离出来的状态。所以他深深的祝福我们，也祝福他自己的国家日本，在未来这双手两方牵得更紧的状况下，对彼此只有好没有坏，只有帮助没有伤害这样子。但这样子牵起来，并不代表我们需要去对抗某一些什么，而只是在这个牵起来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感受到，所有的一切其实，即便有历史、有背景、有过去的伤痛，但我们可以一起走出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局面。他也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机会走到这样子的状态。这是为什么他希望我来跟他聊天的原因，但大部分最主要他是希望我可以跟他那个女朋友讲一下，就是他很抱歉，但我根本不知道女朋友在哪，而且女朋友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了吧？但你知道时间对他们来说的那个流动性跟我们不太一样。总之就是我有传达到了，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到谁那里。总之就这样子。他有给我日本发音，但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是什么。日本发音就念啊。Omoshino Kuna-san。好，Kuna-san，好。Kuna-san他当初就是这样子过来，然后做完了这个转测器以后，他要跑去那边。那边有东西，急急忙忙的，火车要来了，急急忙忙的，急急忙忙的。为什么那边有东西在轨道上面？然后突然间怎么会有石头下来？然后他一个闪过去，然后就咕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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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去了。Kuna-san，Namaste，南無法蓮華経，阿弥陀佛。Kuna-san，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青年啊。那Kuna-san他怎么现在还有灵魂碎片在这边，怎么不回日本？为什么？就他责任感很重，他想要继续守护这个道路。然后第二个也是，因为后来战争的关系，他没有人思念他了，这样子。好，那请Kuna-san在这边守护来这边的游客，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对。好，谢谢Kuna-san。Kuna-san说，从来没有人听过他的爱情故事，第一次有人听，但他真的讲太多了。他从他怎么跟桂子小姐相识开始，桂子是日本的那个女朋友。那个青梅竹马，然后呢，他突然接到这个工作，然后他就说他来这边打拼3年后，他会存一笔钱回去娶桂子小姐。那就出发了。那他大概是多高、多胖、多瘦？Kuna-san大概170几吧。
这样，然后小平头，然后很瘦啊，然后戴着金丝边眼镜，就很标准的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日本军人的那个状态。有留胡子吗？没有，很干净。然后他军阶没有很高，帅度0到10分，以现在的拍旁边吗？不好意思哦。不是帅度是一个比较啊，比狐狸哥帅吗？怎么可能？哦，好，没有老公帅，没有啦，就是斯斯文文、白白净净，是台湾人会喜欢的那种斯文男生这样子，所以就骗到人家了嘛，骗到台湾的女孩子这样。嘿，讲到落石，我就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以后真的到山区来游走、来玩的时候，遇到山上有落石啊，这个时候不可以小小声的说有落石，有落石，有落石，你真的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大家才会安全，好不好？好的，因为我们今天来太平山呢，要拍很多个能量点，所以我们在剑琴步道这边，我们就走到库纳桑的位置，那后面呢就交给大家继续发挥啊。如果有什么新发现的话，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库纳桑会在这里跟那里走来走去巡逻啊，大家如果经过的话，可以简单跟他点个头就好，库纳桑会很开心的。转测器，对，转测器开始这样。好的，然后下个点，下个点。什么意思？它本来是这样子靠近来的，对，嘿丢，因为那样比较容易坏掉。坏掉？对啊，库纳桑说的。所以库纳桑有给你看那个他女朋友长什么样子？有啊，怎么样？很漂亮，她给我看穿和服，典雅的一个女孩子，眼睛大大的，不知道她这样是深情还是？他就是一个处理分轨器的男子嘛，他那个也是2条轨道，他处理自己的分轨。嘿，我们终于来到翠峰湖了。翠峰湖环山步道东口。3.95到3.6，所以350公尺就可以看到水怪了，嘿嘿嘿嘿。我已经准备好啊，准备好要发现水怪啊！你看我加时早就知，我拍起嘛知，我手机也嘛知，我索尼 F-3那大只的，你要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拍到水怪的摄影师。我今日就是钓鱼背心没穿来，我可以放很多电池。我在这边守候1天1夜，我跟你说，太阳下山前要拍到它。每次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留言，就说看这2个人装疯卖傻或胡说八道，我就看他们可以演多久。我演1世人，我告诉你，机器人的意思吗？我要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拍到他，揭开他神秘的面纱。途中就有东西在游，啊，你眼睛给他看好，不要让他顾好。你给他看好了，嗯。我去观景台看可以看。可以，快到了，快到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水怪讲话，我只能够被动接受他丢给我的东西，然后没办法主动跟他沟通，不太频率我没办法 get 到。A few moments later， 你有觉得现在湖面变得很躁动吗？哦，好像有哎，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哪里？有一个奇怪的漩涡。我看哪里？对，栗子，水波纹的后面垂直正后方有一个东西一直在跳，你有看到吗？黑色的。我有拍到吗？你有拍到它？是黑色的。黑色的，对，因为只有1只，所以很难。那里有东西在闪，全部都是绿色。那里，你有看到躁动变大了吗？有。拜托，哥，给我一个机会。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公的还是母的，或者是没有，但给我一个机会。有一个东西在动，这。我录到了是吗？对你有录到，但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是要什么东西都是3分毒。所以栗子很有机会有录到。那如果录不到，我们有办法跟他聊聊天吗？没办法，我只能被动的接受他的讯息，我没有办法。那他刚好丢什么讯息给你啊？给我看他的影子啊，跟他的长相。他就长得很像
神奇宝贝里面那一只成龙，但没有贝壳，脚是这种像鳍一样，就是小小的，那大概就这么大只而已，所以真的很难找。他跟我说里面只有一只啦，不知道是他们种族就只能长这么大，还是它还可以再长更大，我不太知道。但它已经活很久，觉得应该比我还要久。好累，我觉得我又饿了。阿贝，你是不是其实很失望？我会再来。那我不会来哦。那你自己来可以吗？真的好累，我找到眼睛快要脱窗了。是不是下次要带更精良的设备？我们下次带望远镜来，还有大炮，那个大的那个望远，拍鸟的那种大炮。或起码我们真的要先带望远镜，用肉眼也要先看到的。所以凤凰答应要来了是吗？然后我只是帮他不急哦，就跟他讨论看看。夏天来呢？夏天来呢？我觉得会很热，你要想清楚。而且夏天水太多，比较不好找。你知道，我们要把那个范围缩很小，我们才更好找到它。好啦，那我们要跟翠峰湖还有湖龙说再见。湖龙拜拜，翠峰湖。但他一直觉得他不会再见到你，我觉得很好笑。那这样我还要来吗？我不知道，他是觉得你应该不会来，所以他就觉得他不会再见到你。啊，不要来啊！不要来，都不要来，傲娇，都不要来。我们下次去威尼斯找真正的水怪好了，找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水怪。经历了湖龙的旅程之后，我觉得我需要稍微冷静一下，带大家来三毛榉步道。三毛榉步道也是我很推荐可以来，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走太多。然后看看大宝要在步道里面做什么吧，走。这个岩石的抹茶千层，这个如果是春夏来的话，它应该会是绿色，很漂亮，很漂亮。那现在是冬天，所以稍微沉静一点，但还是可以看得到上面有很多绿色的一些痕迹。好，大家有没有想过，站在这种千层的岩石前面的时候，其实你是跟好多时代的石头站在一起，有好几万年前的都跟你在一起，所以在这边呢，它其实有一个很扎实的生命力。它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它还在这里屹立不摇。你跟这些历史在一起，所以我要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自我疗愈的静心。邀请大家，如果要来这边，你想要让自己的根基可以扎得更稳的话，就像这些石头，好几千年它们层层叠叠的。这个呼吸呢，有2个步骤，也是有一点动态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们要让自己进入一个很深很深的呼吸，让自己做很深很深的吸气，吸到完全没有办法再吸，大口尽可能的吸到底，然后呢，再大口的把它全部吐出去。当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感觉到不只是自己的胸腔、腹腔，还有侧边、背后。你整个肺呢是四面八方360度的都把整个气完全吸饱在这里了，然后再完全的吐出去了。我们做5分钟这样子很极致的吸与很极致的吐之后呢，你内在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生命力，就像在这里的岩石一样，会渐渐的被你唤醒在里面的。然后进入到第2个阶段，呼吸很浅很浅很浅，就像这些石头一样，好像没有在呼吸。但其实他们是有在呼吸的，他们身上的这一些微生物、植物也都是有在呼吸的。在做的当下，你不要去管其他人，不用去管这个环境，你就是感受你自己内在的那样的能量、那样的生命力就可以了。
之力，甚至可以从自己身体的边界慢慢的扩张下去，延伸出去到更大更大身体之外的地方。有做完那静心以后，我心情还不错。我觉得我现在心情非常好，真的、哦今天。心情非常好，好的不得了。不过真没有想过，没有拍到胡龙让你这么沮丧。那威尼斯那么远，然后太平山这么近，以为可以拍到，还是搞不好我们真的有拍到，回去找一下有啦，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你看湖那么大，它那么小，我觉得那是比例问题，真的。而且下次带精良的设备来。还是我们下次约猛禽协会的朋友一起来，哦，他们眼睛比较利，可以帮我们看到这样。